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王医生，院长要见你。护士小赵脸色凝重地站在我办公室门口，我抬起头，手里还握着刚写完的病历本。为什么？我问。小赵欲言又止，只低声说：“可能是关于上周那台手术的事。”我冷笑一声，站起身，知道了。推开院长办公室的门，我没想到这将是我职业生涯的转折点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叫王兰，是第一人民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，从医15年，手术台上的时间比家里的还多。在骨科圈内，我有个不太好听的绰号——铁手王。意思是我的手稳如钢铁，没有搞不定的骨头。那天上午，我刚完成一台高难度的骨头坏死翻修手术。这种手术难度大，风险高，但病人是个年轻小伙子，才28岁。如果不做，这辈子可能就瘫在床上了。王医生，真的太感谢您了。病人的母亲拉着我的手，眼里含着泪水。我笑了笑，别急着谢我，等康复训练完成，小李能正常走路了再说。手术室外，年轻医生们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。我耐心地解释着每一步的操作要点。突然，人群外围传来一个声音：“王医生，你这台手术的切口位置不太合适吧？”现在国际上流行的是前侧入路。人群自动分开，露出一张陌生的脸。陈世杰，上个月刚调来的医生，听说是院长李明哲的亲侄子，海归博士。我皱了皱眉。陈医生，前侧入路确实是新技术，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病例。这位患者有严重粘连，如果用前侧入路，会增加神经损伤的风险。陈世杰脸色有些难看。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实习时遇到过类似的病例，教授就是用的前侧入路。我没有退让。那恭喜陈医生见识广泛，不过在我看来，每个病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，照搬教科书不是好医生的做法。周围的医生护士面面相觑，空气中弥漫着尴尬。陈世杰脸涨得通红，转身离开了。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，继续去查房。没想到下午就被叫到了院长办公室。王兰，你是不是太狂了点？李明哲院长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，面无表情地说。我站得笔直。李院长，我只是实事求是。实事求是。李明哲冷笑一声。你知不知道，你当众质疑陈世杰，让他很难堪。我只是在讨论医学问题，没有针对个人。医院需要和谐。李明哲猛地拍了下桌子。从明天开始，你调去普通门诊，陈世杰接替你的副主任职位。我愣在那里，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李院长，这不公平，不公平！李明哲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王兰，你技术是好，但不懂配合，不懂人情世故。这次调动是给你一个反思的机会。我握紧拳头，转身离开了办公室。第二天，全院都知道了这件事。我收拾好办公室的东西，搬到了门诊小诊室。原本宽敞明亮的办公室被陈世杰接手。他在里面挂上了各种洋文凭证，还换了一套昂贵的办公家具。降职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医院传开，有人同情，有人幸灾乐祸，但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。我能感觉到，一些曾经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我，尤其是那些想往上爬的年轻医生。陈世杰接替我的位置后，像变了个人似的，
他开始在科室里排挤我的支持者，调整值班表，把好的资源和病历都分给和他走得近的医生。王医生，这不公平！我的老搭档刘护士长气愤地说：“那个陈世杰什么都不懂，就知道摆架子。”我苦笑着摇摇头：“护士长，医院有医院的规矩，我们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。”尽管被降职，我依然认真对待每一位门诊病人，详细问诊，仔细检查，不敷衍任何一个细节。有些老病人得知我被调到普通门诊，专门跑来找我看病，这让我心里感到一丝安慰。王医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一位老患者疑惑地问。医院工作调整，我微笑着解释。不过您放心，我给您看病的水平一点没变。那段时间，我的大学同学张思远经常给我打电话，他现在是城南私立医院的骨科主任，条件优越，待遇丰厚。老王，别在那受气了，来我这儿吧，我们医院正缺你这样的骨科好手。张思远在电话那头诚恳地说。我没有立即答应。思远，我在这个医院工作了10年，一时半会儿还真舍不得走。那你就甘心被人欺负？张思远有些着急。我听说那个陈世杰把你的研究项目都占为己有了。我沉默了。确实，我申请的骨科新技术研究项目被陈世杰接手了，连我的名字都被从申请书上删掉了。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再说吧，我最终回答，等我想清楚了再告诉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医院熟悉的景色，心里五味杂陈。就在这时，医院里接连发生了几起医疗事故，都与陈世杰的诊断失误有关。最严重的一起是一位老年患者的骨折被误诊为单纯软组织挫伤，延误了治疗，导致患者出现并发症。我听说这件事后，立即去找了李院长。李院长，陈医生的诊断有问题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再这样下去会出大事的。我焦急地说。李院长脸色阴沉。王兰，你这是在幸灾乐祸吗？我只是担心病人的安全，不要多管闲事。李院长厉声打断我，医院自有制度来处理这些问题，你好好做你的门诊工作就行了。走出院长办公室，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这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重视医德、关心病人的李院长了。权力和关系网已经让他变得麻木。回到家，我坐在书桌前，看着满墙的医学证书和奖状，突然感到一阵疲惫。我拿起手机，拨通了张思远的电话。思远，那个 offer 还有效吗？当然。张思远的声音充满惊喜。你终于想通了。我决定接受。决定离开后，我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。次日一早，我写好辞职信，敲开了李院长的办公室门。辞职。李院长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的辞职信。王兰，你是在和医院赌气吗？不是赌气，是选择。我平静地说，我想去一个更适合我发挥才能的地方。李院长嗤笑一声，你以为私立医院真的那么好？他们只看重利润，不看重医德，至少那里会尊重专业和能力。我直视着他的眼睛。李院长皱了皱眉，拿起签字笔，在我的辞职信上潦草地签了字。随你便吧，按规定，你还需要工作1周才能正式离职。谢谢院长。我拿起辞职信，转身离开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开始收拾办公室的东西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门诊诊室，但10年的工作积累了不少资料和物品。同事们得知我要离职，有些人来找我道别。王医生，你真的要走啊？
小护士张丽眼圈有些红，我笑着拍拍她的肩膀：“是啊，人总要往前看，你好好干，以后有机会可以来找我。”刘护士长也来了，带着几个老同事，给我送了一块刻着医德高尚的牌匾。王医生，医院少了你是我们的损失。刘护士长哽咽着说。我心里一暖，感谢他们的情谊，但也有人选择了回避，甚至有些曾经关系不错的同事，这几天连招呼都不打一个，生怕被扣上王兰派的帽子。最后一天的工作结束后，我收拾好所有东西，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张思远的医院报道。晚上，我请几个老同事吃了个简单的散伙饭，大家推杯换盏，聊起了过去的点点滴滴。王医生，记得那年冬天，那个车祸患者十几处骨折，大家都说没希望了，是你硬是做了8个小时手术，把人救回来了。还有那个小姑娘，先天性脊柱侧弯，你连夜查资料，设计了特殊的手术方案，现在人家都上大学了。听着这些往事，我心里百感交集。这10年，我在这家医院付出了青春和汗水，收获的不仅是技术的提升，还有患者的信任和同事的尊重。可惜，一朝权力更迭，这一切就变得不值一提。散席后，我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心里却不是想象中的轻松。10年的时光，说放下就放下，怎么可能没有不舍？但我知道，这个决定是对的。在一个不尊重专业、不尊重医德的环境里，我无法成为自己想成为的医生。第2天一早，我带着简单的行李来到医院，准备办完最后的手续就离开。刚走进科室，就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说话声。快，准备抢救室，联系陈主任，血常规、凝血功能、CT 全套准备。我下意识地走上前询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急诊科的李医生认出了我。王医生，出大事了！张氏集团的董事长张玉出了车祸，多处骨折，情况危急。张玉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。张氏集团是本市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，张玉是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，也是医院的大额捐赠人。情况怎么样？我忍不住问道。很不乐观，右侧股颈腓骨复杂性骨折，可能还有骨盆骨折，现在人还在做全身 CT 检查。我点点头，没再多问，毕竟从今天开始，我已经不是这个医院的医生了。我转身准备去人事科办理离职手续，却被刘护士长拉住了。王医生，您要不要去看看？您在骨科这么多年，肯定有经验。我摇摇头，护士长，我已经不是这里的医生了，还是不要多事了。刘护士长叹了口气，匆匆离开了。我走向人事科，却看到医院里一片忙乱，院长、副院长、各科主任都往急诊室方向跑去。看来张玉的情况确实很严重，整个医院高层都被惊动了。人事科的工作人员也在议论这件事。听说张董事长伤得很重，院长已经亲自去看了。这可是大人物啊，要是在咱们医院出了事，影响可不小。我心不在焉地填着表格，想着自己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心里反而有些轻松。填完最后一份文件，我准备离开，却碰到了急匆匆赶来的陈世杰。他穿着白大褂，脸色凝重，看到我时愣了一下。你还没走？他冷冷地问。正要走，我平静地回答。听说张董事长出事了。陈世杰挺直了腰背。是的，不过不用你操心了，我已经检查过了，虽然伤势较重，但我有把握处理好。我没有回应，
只是点点头。陈世杰匆匆离开，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里却升起一丝不安。以陈世杰的能力，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多发性骨折吗？我摇摇头，告诫自己不要多想，这已经不是我的责任了。我拿起行李，准备离开医院。走到大厅时，我看到一群人推着担架匆匆而过，担架上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中年男子，应该就是张玉。周围的医护人员神情紧张，院长李明哲亲自在旁边指挥：“快送去检查室。”陈医生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我站在原地，目送他们远去，然后转身走向医院大门。走出医院的那一刻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感觉阳光格外明媚。刚走出医院不久，我的手机就响了起来，是张思远。老王，你出发了吗？我在医院等你呢，刚办完手续，正准备过去。我回答道：太好了，我已经安排了欢迎会，科室的同事都很期待见到你。张思远的声音充满热情。我挂了电话，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上了城南私立医院的地址。车子刚启动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喂，请问是王兰医生吗？一个陌生的女生。是的，您是？我是第一人民医院急诊科的吴护士。王医生，有急事。张玉先生醒了，他指明要您给他做手术。我愣住了。什么？张玉先生说，只有您才能给他做手术，否则他就要转院。院长正在找您呢。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应。我已经辞职了，按理说这已经不关我的事，但作为医生，看到病人有需要，又怎能袖手旁观？吴护士，我已经不是医院的医生了，你们应该知道的。知道，可张玉先生坚持要您。他说3年前您救过他女儿，他只相信您。3年前，我努力回想，突然记起来了，那是一个罕见的先天性骨发育不良病例，病人是个14、15岁的女孩，情况复杂。当时我查阅了大量资料，设计了特殊的手术方案，最终手术成功，女孩恢复得很好。没想到那个女孩竟然是张玉的女儿。王医生，您能回来一趟吗？张先生的情况真的很紧急。吴护士的声音带着恳求。我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我这就回去。我让出租车掉头，回到了刚刚离开的医院。医院大厅里，李院长正焦急地来回踱步，看到我时，脸上露出惊喜的表情。王医生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李院长快步走过来，张董事长指认你，非要你给他做手术。我冷静地看着李院长。李院长，我已经辞职了。辞职？不是还有1周交接期吗？李院长急切地说，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我已经办完所有手续了。我从口袋里掏出盖了章的离职证明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已经不是这家医院的医生了。李院长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这怎么可能？李院长，昨天我已经辞职了，我现在是自由人。我平静地说，看着院长惊讶的表情，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畅快。李院长一时语塞，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王医生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当然不会见死不救，我认真地说，但我需要先了解病人的情况。李院长如释重负，好，我这就带你去见张董事长。我跟着李院长来到 VIP 病房，张玉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身上连着各种监测设备。看到我进来，他挣扎着想坐起来。王医生，真的是你？张玉激动地说，谢天谢地，你还在这家医院。我走到床边，张先生，请别激动，
我已经不在这家医院工作了，但听说您指名要我特地回来看看。张玉抓住我的手，王医生，3年前你救了我女儿，我一直记得你。刚才那个姓陈的医生根本不懂装懂，我不放心把命交给他。我看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陈世杰，他的脸色难看至极。张先生，我需要先了解您的情况。我翻看床头的检查报告，皱起了眉头。CT 显示张玉有多处骨折，其中右侧股骨和骨盆的骨折尤为复杂，还伴有血管损伤的风险。陈医生，您的诊断意见是什么？我礼貌地问道。陈世杰清了清嗓子，我认为应该先固定4肢骨折，骨盆骨折采取保守治疗。我摇摇头，不妥，骨盆骨折可能压迫血管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会有生命危险。应该先处理骨盆骨折，同时修复可能的血管损伤。张玉立刻说：“我相信王医生，我只要王医生给我做手术。”李院长在一旁急得直冒汗。王医生，您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张先生，我愿意为您做手术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您说。张玉急切地说。等我说完，李院长和陈世杰的脸色都变了。我只是以顾问身份完成这一台手术，不重新入职医院。李院长犹豫了一下，终于点头：“好，我同意。那请准备手术室，越快越好。”我转身走出病房，拨通了张思远的电话：“思远，我可能要晚点到了，这边有个急诊手术，我答应帮忙。”“没关系，病人要紧。”张思远理解地说。“需要我派人过去帮忙吗？”“不用了，我自己能搞定。”我挂了电话，去更衣室换上了手术服。我刚换好手术服，李院长就匆匆赶来。“王医生，张董事长的朋友和家人都来了，他们都很着急，这台手术一定要成功啊！”我平静地说。“李院长，我会尽力而为，但不能保证100%成功。手术有风险，这点您比我更清楚。”李院长擦了擦额头的汗：“我知道，但是张董事长是我们医院的大捐赠人，如果出了问题，如果您担心责任问题，我可以签字负全责。”我直视着李院长的眼睛。李院长有些尴尬：“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希望手术顺利。”这时护士来报告说手术室已经准备好了。我走向手术室，发现陈世杰也换好了手术服。陈医生也要参与手术。我问道。李院长解释，陈医生是骨科副主任，按规定应该参与这种大手术。我点点头，没问题，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手术室里，我仔细查看了张玉的各项检查结果和生命体征，然后开始分配任务。陈医生，请您准备好骨骨折的固定材料。刘护士长，请您负责监测病人的生命体征。各位，这是一台复杂的手术，我们需要密切配合。陈世杰不情愿地点头，但眼神里充满了敌意。我没有理会，专注于手术前的准备工作。就在这时，手术室的门被推开，张玉的家人走了进来。“请问谁是王医生？”一位中年女士问道。“应该是张玉的妻子。”我走上前：“我是王兰。”女士握住我的手：“王医生，拜托您了。我丈夫说他只相信您，我会尽力而为。”我郑重的承诺。手术开始后，我很快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复杂。张玉的骨盆骨折不仅压迫了血管，还可能损伤了神经，而陈世杰提供的手术方案完全不适用于这种情况。
陈医生，您准备的材料不合适。我直言不讳，这种复杂骨折需要特殊的钢板和螺钉。陈世杰脸色难看。我按照常规准备的，常规不适用于这种非常规情况。我转向护士，请立即准备3-5毫米的锁定钢板和螺钉，越快越好。手术进行了4个小时，终于将张玉的骨盆骨折固定好，并修复了受损的血管。接着，我们又花了3个小时处理骨和其他部位的骨折。整个过程中，陈世杰几次提出的建议都被我一一否决，因为那些建议要么不合理，要么可能增加并发症的风险。手术结束时，我已经站了7个小时，腰酸背痛，但看到监测仪上稳定的生命体征，一切都值得了。手术很成功，我对在场的医护人员说，但病人还需要密切观察，特别是血管修复的部位。走出手术室，张玉的家人立刻围了上来。王医生，手术怎么样？非常顺利，我微笑着回答。张先生的伤势虽重，但我们已经处理好了，接下来需要静养和康复训练。张玉的妻子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谢谢您，王医生，真的太感谢了。李院长也走了过来，脸上带着笑容。王医生，你太厉害了，这么复杂的手术，你处理得如此出色。我只是点点头，转身准备离开。陈世杰站在走廊尽头，阴沉着脸看着我，我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一瞬，然后他转身离开了，回到更衣室。我换下沾满汗水的手术服，感到一阵疲惫。这台手术虽然成功了，但也让我看清了这家医院的现状：重关系轻能力，讲人情不讲原则。这更坚定了我离开的决心。换好衣服后，我准备离开医院。李院长在门口拦住了我。王医生，你就这么走了？李院长，我已经完成了答应的手术，现在我该去新医院报到了。王医生，李院长神色复杂，你就不能再考虑一下吗？医院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！我苦笑一声。李院长，1周前您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李院长尴尬地咳嗽了一声，那是误会。王医生，我可以恢复你的职位，甚至提升你为骨科主任。陈世杰那边，我会安排他去其他科室。我看着李院长，心里没有一丝波动。谢谢您的好意，但我已经和张思远的医院签了约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那……李院长一时语塞。李院长，祝您工作顺利。我礼貌地点点头，转身离开了医院。离开医院后，我直接去了张思远的私立医院。尽管已经很晚了，张思远还在办公室等我。老王，你可算来了，我都担心你反悔了呢。张思远热情地拍着我的肩膀。我笑了笑，怎么会，只是临时有个手术，耽误了点时间。我简单的讲了张玉的情况。张思远听后摇摇头，这李明哲也是，有你这样的好医生不珍惜，非要捧他那个什么侄子，现在知道后悔了吧？算了，不提这事了。我打断了他，给我介绍一下新医院的情况吧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忙于熟悉新医院的环境和流程。私立医院的设备确实比公立医院先进，工作环境也更舒适，但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，这里更尊重专业能力，医生的诊疗决策不会受到行政干预。1周后，张思远告诉我，张玉已经苏醒并逐渐恢复，还专门询问了我的情况。张董事长说想见你，好好感谢你。张思远说，他可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啊。我笑了笑，等他康复了再说吧。又过了几天，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，
是第一人民医院刘护士长打来的。王医生，大事不好了！刘护士长的声音充满焦虑。陈世杰出事了，怎么了？我有些意外。前天有个骨折病人，陈世杰做了手术，结果病人术后大出血，现在还在 ICU 抢救呢。医院已经开始调查了，发现这不是第一起医疗事故了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希望病人没事。王医生，医院里现在人心惶惶的，很多人都在说，要是你还在就好了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安慰刘护士长几句，然后挂了电话。当天下午，我正在门诊看病，护士通知我有人找。我走出诊室，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张玉坐在轮椅上，由妻子推着。张先生，您怎么来了？您应该好好休息的。我惊讶地说。张玉笑了笑，王医生，我康复得不错，已经可以短时间坐轮椅了。今天特地来感谢您，如果不是您，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我连忙摆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您现在需要好好休养，不要过于操劳。张玉的妻子插话道。王医生，我们刚从第一人民医院转院过来，那边出了些问题，我们不放心。是啊，张玉严肃地说，那个陈医生出了医疗事故，我听说已经是第3起了。我专门找了李院长谈话，质问他为什么让这样的医生继续做手术，为什么让像您这样的好医生离开。我有些尴尬。张先生，那是医院的内部事务，不，这关系到病人的生命安全。张玉坚定地说，我已经决定把我原本计划捐给第一人民医院的善款转捐给这家医院，条件是要成立一个由您领导的骨科研究中心。这个消息太突然了，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应。张思远刚好路过，听到了我们的谈话，立刻上前与张玉握手，表示热烈欢迎。我只能苦笑，张先生，感谢您的信任，但医疗不应该掺杂这些因素。王医生，这不是掺杂，这是选择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医院。张玉严肃地说，我相信在这里您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张玉的转院和捐款消息很快传回了第一人民医院。第2天，李院长亲自来到私立医院找我。王医生，我们需要谈谈。李院长的脸色难看，我请他进了办公室。李院长，有什么事吗？王医生，我想请你回来。李院长开门见山，医院已经决定撤销陈世杰的副主任职务，恢复你的职位，并提升你为骨科主任。我有些惊讶，怎么突然做出这个决定？李院长叹了口气，陈世杰连续出了3起医疗事故，医院不得不重新评估他的能力，而且张董事长的转院对我们医院的声誉造成了很大影响。董事会已经对我提出了质疑，我没有立即回应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李院长。王医生，你在医院工作了10年，医院是你的家啊。李院长恳切地说，陈世杰的事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因为私人关系影响医院的正常运作。现在我真心希望你能回来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开口，李院长，感谢您的诚意，但我已经和这家医院签了合同，而且我在这里感到被尊重和重视，条件可以再谈。李院长急切地说，薪资、职位、研究经费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我摇摇头，不是条件的问题，李院长，是医院的氛围和价值观。在一个不尊重专业、不尊重医德的环境里，再好的条件也没有意义。李院长的脸色变得难看。王兰，你是在指责医院吗？不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我平静地说，李院长，
我已经做出了选择，希望您能尊重。李院长沉默了很久，最终无奈地站起身。好吧，王医生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如果你改变主意，医院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送走李院长后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外面的景色。我知道我的决定是对的，在医疗这个行业，专业能力和医德比任何关系都重要。晚上回到家，我接到了几个老同事的电话，他们告诉我，陈世杰已经被调离骨科，医院正在对他之前的所有手术进行全面审查。王医生，医院里都在传，说您拒绝了李院长的邀请。刘护士长在电话里说，大家都很遗憾，但也都理解您的选择。我笑了笑，护士长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我相信医院会找到更好的骨科主任的。王医生，我也想跳槽。刘护士长突然说，我在医院干了20年了，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心里实在不是滋味。我有些意外。护士长，您是医院的老人了，再考虑考虑吧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和几个老同事都决定了，我们想去您那边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我哑然失笑，我才来没多久，还没有这么大的发言权，不过我可以帮你们问问。挂了电话，我躺在沙发上，回想这段时间发生的一切。1个月前，我还是一个被降职的医生，灰心丧气地准备离开，而现在我在新医院有了自己的位置，甚至可能领导一个研究中心。命运就是如此奇妙。1个月后，我在新医院的工作已经步入正轨，张玉捐款成立的骨科研究中心也已经开始筹备，我被任命为中心主任。更让我高兴的是，刘护士长和几个老同事真的辞职，来到了私立医院。我们这个小团队又重新聚在了一起。这天下午，张玉和他的家人来医院复查，手术效果很好，他已经可以拄拐杖慢慢行走了。王医生，我女儿下周就从美国回来了，她一直想当面感谢您。张玉高兴地说。我笑着回答，张小姐恢复得很好，是她自己的坚持和努力，没有您的手术，她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。张玉认真地说。对了，研究中心的事我已经和董事会谈好了，下个月就能正式启动。我希望您能带领团队，研发更多新技术，帮助更多病人。我感激地点头，我会尽力的。送走张玉一家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发现手机上有几条未读消息，打开一看，都是原医院同事发来的。他们告诉我，医院已经对陈世杰做出了处分，调离临床一线，并且医院正在重新审视内部管理机制。王医生，医院变了很多，可惜您看不到了。一位年轻医生发来这样的信息。我笑了笑，回复道，变好就是好事，祝你们工作顺利。正准备放下手机，一个陌生号码打了进来，我接起电话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李院长。王医生，打扰了。李院长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。李院长，有什么事吗？王医生，我想告诉你一个消息。李院长停顿了一下，我决定提前退休了。我有些意外，这么突然？不突然。李院长苦笑道，这次的事情，董事会给了我很大压力，而且我自己也反思了很多。这些年，我确实太看重关系，忽视了医院的根本，医德和专业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回应，祝您退休生活愉快。王医生。李院长的声音突然哽咽了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因为私人关系就忽视了你的专业能力，不该让医院失去这样的好医生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
李院长又开口了：“王医生，虽然你不会回来了，但我还是想对你说一声对不起。”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的某个结似乎终于解开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：“李院长，过去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希望我们都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得更好。”挂了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望着窗外的景色，阳光明媚，照在新医院洁白的墙面上，也照在我的脸上，温暖而明亮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失去也有获得。我失去了原来的位置，却获得了更广阔的天地；失去了一些同事，却收获了真正的尊重和认可。在医疗这条路上，我会一如既往地坚持自己的原则，尊重专业，尊重医德，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，这才是一个医生最宝贵的财富。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张思远。老王，下班了吗？我订了餐厅，庆祝一下研究中心的事。我笑着回答：好啊，马上就来。放下电话，我收拾好办公桌，关上灯，走出办公室。新的一天即将结束，而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